本该生气迸发，为何死意弥漫？1年间，我踏过了雪域国许多城池，这里没有皇族存在，每一个城池都归属于某个强大的修士所有。在这里，凡人就是奴隶，他们唯一的生存价值，就是为雪域修士服务，制作冰雕来换取生活所需。凡人毫无生机活力，此地死意也尤为慎重。我虽不习此地，但却是我体会生死意境中死意的好地方。雪域国制作的冰雕的确颇为神奇。凡人所雕刻的冰雕，会有专门的修士为其刻下阵法，并以一种秘法激活，使得这冰雕变成如同傀儡般的存在。雪域修士的功法精髓，我钻研许久，但仍不得要领。我猜测，这冰雕就是雪域国的根本。若能习得此法，再将其与木雕融合，定对我大有裨益。哎，趁着我雪域防守空虚，逃往境外的4派余孽最近越加活跃。就算大长老们不在，这群丧家犬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先把那枚的消灭干净，腾出手来再收拾他们。不急。师兄，朱雀国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哎呀，几位大长老随红蝶去朱雀国已有数年了，怎么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这种强行提升修为的逆天法术，哪有这么容易啊？我们现在虽有了星魔旨，可成为5级修真国，必须得有一个应变期修士。这没办法。哎呀，这术法也太过霸道了！每人只有1次机会不说，哪怕是成功到了应变期，也就只剩下100年寿命。而其修为也将停留在应变初期，永远无法突破。希望大长老们当中有人能够以应变修为归来吧，这样我们才有100年时间将血族重新复兴起来。看样子，这雪域仙国以城主分支，那这城主修为必然是有强有弱。11层，你是何人？借你身份一用。大胆！我可是城主！师傅，根据此人记忆，这女修之徒经常对他贴身侍奉。师尊，没想到在雪域国，弟子侍奉之事竟如此稀松平常。可有新的兵胚送来？师傅，刚刚送来2个血仙兵胚，拿出来，让为师看看你2人的手法可有精进。是。
按照此人记忆，这9条血经脉才算完成冰雕傀儡制作的第1步。下一步，便是以血域功法冰清诀将其激活。师尊，你几天没给弟子解答问题了，弟子修为又出现了变故，今夜还请师尊指导。说吧，什么变故？师尊，在这里说啊。师父，弟子错了，方才弟子以为……继续。以冰为苦，以血凝魄。弟子又失败了。根据此人记忆，冰清诀讲究的是炼心，此诀以冰易骨，以血凝心，成就冰血之魂，从而达到心入冰清的境界。此诀果真是玄机不定，容不得半点失误。大师兄回来了。弟子参见师父，幸不辱命，找到了那4派余孽的藏身之处。要不，我们还是照例报给冰雪神殿，让他们来派人带路。师父，就是这里。禁制中有2道神识波动，一道不过是结丹期，另一道却时而结丹，时而元婴，甚至还有几分化神波动。显然，对方已处于神识崩溃、散功的边缘。你在此候着。师父以往从不会亲自冒险。放我师父一条生路，杀我吧！我是黑魂派少主，你召我回去，定可立功。求你放过我师父。你为什么要以自己换你师父的命？师父他老人家，若非是被我连累，定然早就可以离开了。都是为了救我。焕儿，起来吧，此人不是血域修士。师父你醒了！晚辈参见黑魂派前辈。此人死气甚浓，已到弥留之际，无力回天了。逍遥，老夫受伤之身，不便相迎，还望见谅。前辈藏身之处，已然被血域修士发觉，快离开吧。我在4派境内居住了30余年，灭国之战，晚辈无力相帮。此番前来，算是略尽绵薄之力了。前辈受伤太重，这瓶丹药可以暂缓散功之痛，使前辈可以远离此地。天下之大，或许另有机缘恢复修为。逍遥，但你可知道，老夫若是想走，当年便可一走了之。即便是现在，老夫拼了命加快散功，也定然可以离开。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走吗？这是我的家，我生在这里，死
要在这里。小友，此宝送你。了却赠药因果。多谢前辈。孩儿，该走了。师父，去哪儿？今日苏醒，不过回光返照。走吧，以后你就要靠自己了。师父没法再护你了。不，师父，不要！师父！凡人的畏惧，这位前辈的开然大义。师父！原来死之一时，与众相也有不同。春去秋来，又是3年冰雪降。对冰雕傀儡的研究也有了一些进展。冰雕傀儡内主要是靠血经脉维持，其49条血经脉才达到一个结丹中期的修士修为。冰雕内的血经脉越多，控制越难。一旦它们相互碰撞，整个冰雕便会崩溃。这冰清诀不能称为道之正途，可以说是剑从偏锋之法，与当年6玉之功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略为模仿，改血经脉为血经脉，以鲜血配合生死之境，从而达到操控的目的。4年之期已到，是时候离开了。我见过太多的死亡，我对死的感悟依然深刻。
主子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落叶归根，可我的家在何处？还有1年化身，我身在赵国，自当回到赵国，了却生之因果。再向东4万里，便可抵达赵国。庙中无神，物是人非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岁月？这儿有个破庙啊，咱今晚就在这儿歇脚吧。走，将就一晚吧。这鬼天气！庙里无僧禅意存，院内俗人扰清门。道友可是觉得被这些人破了雨夜意境？此人一眼就看出我的身份，我却看不穿他的修为，定不简单。不必紧张，在下墨志，阁下是山野之人，没什么称呼，唤我曾牛便是。曾牛兄，不如你我2人在这雨夜论道一番，也不算辜负这番意境，如何？哎呀，曾牛兄真是修为惊人呐！若在下没看错，应是到了意境锁魂、云霄有望的境界了。什么他娘的锁魂啊，云霄的，那人莫不是疯了？阁下此言甚是，疯之一字用得甚好。若非疯狂，也难以体悟这天道之法；若非疯狂，又有谁会去求那长生之术？所谓天欲所得，必有所欲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一句也没听明白。哎呀，曾兄可懂啊？莫兄字中玄机，在下不懂，但我却认为，疯字用的不好，不如用痴。妙啊！哎呀，我辈中人若是没了痴念，定然无法修成正果，原那天道有损之令啊！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还真是个疯子，就是哎，疯子真是什么人都有。罢了，忘便忘了。在下墨志，不知阁下如何称呼？曾牛。雨夜之美，在于意境，在于生生不息，这才是雨夜的美处，也是人生的味道。莫兄认为何为生？凡人常说生火，生火，想必这火便是生。那何为死？不知兄台如何称呼？他叫曾牛，说多少遍是，就是啊，我都记住了。自从在下感悟天道之后，这记忆每况愈下，曾牛兄见谅。冒昧一问，兄台感悟的是何种意境？兄台将意境展露于此，不怕我偷师了去？
你有更高的追求，怎会拘泥于我这小小的意境？墨之兄自谦了，意境并无强弱。意境虽无强弱，但境界却有高低。获得意境，无非两种方式：一是模仿他人意境，二是借天道悟出自身意境。虽两者都能化神，但境界差别巨大。前者无论是战力或潜力，都远不及后者。能感悟出自身意境之人，凤毛麟角。为达化神，他们只能出此下策。但你不同，曾牛兄日后力大有可为。没错，这便是望境。你铺盖哪？今日有无根水降，这洼地之水便是生；他日无根水湿，这洼地之水便是死。此地神像在时，庙宇为生；如今神像消失，便是死。今日雨夜，我不看天，不看地，也不看雨，我看的是这雨的一生。曾牛兄，你懂便是懂，不懂便是不懂，好自为之。我苦思生死数十载，今日终于明悟。欲出生于天，死于大地，中间下落的过程便是人生。这便是生与死，这便是独属于我亡灵的生死意境。当年我在此地达到灵气大圆满境界，如今我便要于此地化身。现在分身已是元婴期大圆满，但本尊受极境所困，还停在结丹后期。若想顺利化身，必须将二者分离，在我功法未达成之前，分身与本尊只能短时间融合。既如此，不如趁机各自修道，分身修内，走先天之路；本尊炼体，修古神之道。既走古神之道，须先散功波及。我帮你。跌到入地气了，继续。就是现在，波及！被炼制成法宝，此物于我已无用。把杀气血珠给我。古神诀，我再助你一臂之力。
恭喜，完成了古神第2次蜕变。但我不能在此久留，若有人发现我修古神之道，定会引来灭顶之灾。我将沉入大地，经历星球地心的考验。古神之道注定孤独，先天之道亦九死一生。化神。生死一境，看看。师父，我刚刚略觉心神震动，现在又突然天色异变，莫不是要出什么大事？有人在我族化神。究竟是何人在此化神？不知，但一定和赵国有渊源。据说化神之时，灵力不仅对附近修士有极大帮助，就连周围的凡人都能因此获益，百利而无一害。入定调息。究竟何为修仙？凡人学会吞吐灵力，改造身体成为容器，完成筑基。随后广纳天地灵力，将其压缩成金丹。此丹经灵力运化，诞生道婴。解婴成功，便有了与天斗的资格。但若想找到逆天之法，还需一把神兵利器，这便是天地之力。于是婴体感悟天道，退回元神，挥天地之力对抗天道。这就是以彼之道，幻师彼身。元神不灭，肉身永存。他化神成功了。我兄所说的境界，我终于懂了。前辈可是我赵国之人，可否在此地定居100年，让赵国成为4级修真国，提升国力，以抵御外敌入侵？这体内经脉仿佛通透了一般。40年就到达筑基后期，不错。你是？他这鹅雕起的目的，你就是受伤的天气了。我来陪你。等你达到元婴期时，自会想起前世之事。但此时若知晓的太多，对你来说是一种痛苦。我虽无法在此地定居，但我在10个人体内种下了10颗由天地之气凝聚而成的灵气种子。若有人能达到元婴后期，我自会前来点化成事。
此物可保赵国免受同级修真国入侵3次。好自为之。多谢前辈。当年储物袋中的金枪，应该还在此处。找到了。区区鬼魅，不自量力，由生入死，由死转生。这化神期的挪移之术，却比瞬移强出不少。爹，娘，孩儿如今已经化神，等我突破应变，就能将司徒前辈唤醒。到那时，说不定就有复活你们的办法。再等等我。若想突破应变，除了极其稀有的应变丹以外，仙界之气是唯一的办法。此次仙界之门开启，所有修士都虎视眈眈，此行必定会经历一场恶战。哎呀，最近的拍品里啥好东西都没有，真死心。知足吧，最近几大宗门四处搜刮宝贝，能剩下点就不错了。哎，四大宗门这是要……嘘，我听说他们要去仙界啊。雪域国一战，我几乎将法宝用尽。此次仙界之行，各宗门虎视眈眈，我必须做好万全准备。第一步就是重炼金幡。这是此物对你有用。能提高两手修为。
在这儿等着，我去一趟古神之地。只要我不进入古神之地关卡内，托森应该就不会察觉。即便察觉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也定然可以提前离开。上次我在修魔海炼制剑幡，却引动天劫遭到重创。此处是古神体内，自成一劫，天劫应该无法降临。最后一个，若我猜测有误，天劫降临，唯一的金幡怕是很难保住。可若现在停下，金幡达不到小成，威力不够，仙界之星也起不到作用。赌一把。既然这古神之地无需顾虑天劫，不如继续叠加禁制。兴许金幡能一举达到中程，届时必定威力倍增。以我修为，这金幡离中程还是差了一步。也罢，此后金幡中程时引发的天劫，或可以成为我在生死关头的杀手锏。此法宝为混元取手圈，世间任何兽类都可为兽符操控，只是使用此物会耗损灵力。收服的兽类越强大，耗损灵力越高，需量力而行。若能再收服一只妖兽，也算意外之喜。若找不到，再离开也不迟。灵兽怎么都不见了？皇上。不对，这蛙兽不是黄兽，只是上品灵兽。能与黄兽一较高下，真不简单。这蛟龙好厉害！宙子，收了它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还无法收服荒兽，上品灵兽倒可一试，但能否在荒兽面前离开，就得拼一把了。
主子，你没事吧？这瓦兽着实厉害，锁住的一瞬，体内灵力差点被他吸光。原来此兽就是雷蛙。混元驱兽圈应是定时吸收我体内的灵气，维持灵兽的锁定状态。以后要提前输送灵力，否则一旦大道中出现这种情况，危险至极。他俩怎么打起来了？够了！我要再次调息，都不得造次。哎呀，都6天了，这两个家伙有完没完？完蛋了，主子醒醒啊！来了个大个的！以我的修为，恐怕难以制服。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域外战场。今日是武文国域外战场通道开启之日，望我国众精英能抓住此次机会，让修为更上一层楼。多谢使者大人。这是这么多幽魂，域外战场崩塌了，怎么回事？那有人，他是怎么进去的？那位道友恐怕凶多吉少啊！晚辈孙文，参见前辈。参见前辈。此为何地？回前辈，是武文国。怎么看到此人，有种遇到家族老祖宗的感觉，太可怕了。如今进番、灵兽、魔头与上古法器均已备好，就连那3把剑鞘都被我以元神祭炼，
现在只差最后一步。好了。这些年，那3把剑鞘先后开始祭炼，就连当年上古修士的法宝，也破开了为我所用。可唯独在修魔海内得到的此物，我一直看不透。你可得好好用老夫借你的草帽，否则怕是小命不保哟。爷爷，你继续讲呀。继续。话说多年前的一场意外，却让众古仙惨死，仙界也化作无数碎片。可修士们并没有放弃。每当仙界之门再次开启，拿到鱼鼎的他们还是会一拥而上，寻找残存的宝藏。这原本应是一面完整的平台，受这一掌波及，便碎成这般模样。这位道友，请离开此地，另选他处吧。血魔族，这便是仙界。难不成这里的宫殿是通体用灵石造就的？这是往日的仙国，一掌，仙界竟是被一掌毁灭。